俄乌前线双方持续僵持，俄后方再次传来坏消息。当地时间2月28号，因附近出现不明飞行物，俄罗斯是紧急关闭了圣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附近方圆200公里的空域。随后，俄国防部立刻派出战机升空拦截。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相关信息，俄方并没有透露，仅表示总统普京已掌握完整信息。同时根据当天报道，大兵发现短短24小时内，俄境内多地出现了不明飞行物侵犯领空，甚至俄多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突然开始播报导弹袭击警告消息，引发部分群众恐慌。俄紧急情况部回应称，部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服务器遭遇黑客攻击，其内容不属实。而截止目前，所有俄媒对不明飞行物都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答案，基本都是按照事件进行报道。这就有意思了。是什么不明飞行物让俄方和俄媒体如此讳莫如深呢？2月28号16点54分，俄罗斯媒体首次报道圣彼得堡上空出现不明飞行物时，大兵并没有太过在意，还以为是哪位民间无人机大佬搞出了点新玩意儿。升空后无法被俄军雷达识别到型号，导致他们很紧张。之所以当时大兵没有把这件事情与乌军联想，是因为这种想法有点匪夷所思。虽然他们曾多次利用无人机让俄军机场损失惨重，但从地图上看的话，乌克兰距离圣彼得堡太远了。乌军想要从南至北越过白俄袭击圣彼得堡，仅直线距离就有1000多公里。仅凭乌军现有的无人机装备，几乎不可能完成这项壮举。不过结合之前以及当天凌晨的2条新闻，大兵猜测圣彼得堡出现的不明飞行物很大概率还是乌军搞出来的。此前乌军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展开袭击，也不是看起来很匪夷所思嘛。俄乌战争进京到今天，乌军究竟在俄境内潜伏了多少人员，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如果深入俄境内的乌方人员经过周转潜入圣彼得堡附近，趁机放飞无人机或其他无人飞行器被俄军雷达发现，导致行动失败，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当天凌晨还有一条消息值得注意。据报道，28号凌晨，一架无人机在莫斯科州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处设施附近坠毁，其距天然气压缩机站的围栏只有10米。事后，这架无人机残骸的图片和视频开始在网上疯传。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沃罗约夫不得不紧急发布声明称，确实有一架无人机在莫斯科州科洛姆纳区古巴斯托沃村附近坠毁，但是并没有造成地面人员伤亡和其他损失。大兵对比残骸照片，当时坠毁的无人机是乌克兰 UKR-Jet 公司制造的 UJ-22 天空多用途小型无人机，外观类似塞斯纳172这种轻型飞机，由一台小型燃气发动机驱动前方的一个3叶片螺旋桨提供动力，机身下部有固定的3轮起落架。与载人飞机不同，它可以很容易的分解和重新组装以进行运输，并且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跑道上运行，这使得它可以随身携带，并且几乎可以从任何地方发射，不需要固定的起飞跑道。根据制造商的官方信息，这款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82公斤，有20公斤的有效载荷，可以携带多种光学传感器，也可以挂载82毫米迫击炮弹。实用升限6000米，最低飞行高度50米，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60公里，巡航速度120公里每小时，与地面控制站的通信距离为100公里，提前设定好飞行路线，航程最多可以达到800公里。到目前为止，乌军经常将 UJ-22 天空用于监视和打击任务，而本次乌军 UJ-22 坠毁的地点距离乌东边境不到500公里。这意味着28号凌晨，乌军这次行动是从乌东边境起飞，并在没有被俄军防空系统发现的情况下，一路飞行深入俄罗斯腹地。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无人机坠毁地点距离俄首都莫斯科仅100公里。另外28号当天，其实不止上述2个地区遭遇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目前共有记录的报道，俄境内共有5处地区。不过前面的 UJ-22 坠毁无疑是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境内目标以来距离俄罗斯首都最近的一次了。现在还没有消息透露这架在莫斯科附近坠毁的 UJ-22 是否携带了炸弹或者其他类型的破坏性武器。那么问题来了，乌军为什么会在近期大量派遣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呢？难道俄境内的防空都是摆设吗？咱们先来聊聊防御无人机的问题。
这里大兵不吹不黑啊，俄军现有的防空系统针对无人机此类能超低空飞行、飞行速度较慢、不易被雷达发现的航空器都没有太好的应对措施。原因在于这类航空器的雷达散射截面积小，与地面杂波较接近，雷达很难探测到，同时也使用光电探测，也容易受环境光线干扰，在阴雨天或者多云天气时，红外特征不明显。再加上慢速无人机大多采用螺旋桨推进，旋翼与大气摩擦所产生的声音并不大，在闹市环境中极易隐藏，因此可探测性非常低。另一方面呢，由于没有专用的和针对性的军用打击武器，一般的防空武器系统很难跟踪判断，并且对其产生有效的威胁和打击。即便有些近程防空系统能够发现，也会因为射程有限，出现只能发现无法打击的情况。而如果动用近程防空导弹此类装备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打击的成本就太高了，俄军能承受吗？当然不能。并且呢，大兵认为乌军很大概率在测试各种无人机的纵深打击能力，意图是找出一种可以低空飞行绕开俄军防空系统，还要满载数十公斤炸弹，准确袭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并且具备大批量生产的无人机。那么问题来了，乌军为什么要袭击俄罗斯本土？乌东战场不能实验吗？俄乌战争从2022年2月24号开始，这场战争呢，在前几天已经满了1周年。虽然现有信息呢看不到任何快结束的迹象，但是北约国家内部早已经开始对俄军还能死撑多久这一问题进行了密切讨论。之前《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每天都要烧掉200亿美元。虽然这一说法大兵觉得有些夸张，毕竟关于战争成本这个概念本身，按照不同标准理解，都会得出不同的统计结论。例如，俄军单枚的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的价格约200万美元，口径巡航导弹的价格约650万美元， KH-101 巡航导弹的价格为1200万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每使用一枚精确制导武器，估计都在心头滴血。同样，俄空天军的作战成本也同样十分惊人。例如，一架苏30 SM 每小时飞行成本约为45000美元，整机造价为4500万。从俄乌战争爆发至今，这款先进战机已经损失了11架了。此外，俄军还损失了2架更加昂贵的苏 35S 战斗机。至于苏24、米格31等机型，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一般来说呢，武器与装备的损耗成本都会被归纳到俄罗斯的直接战争成本，但大兵认为，俄罗斯的直接战争成本绝对不可能达到每千200亿美元。毕竟过去几年，俄罗斯军费预算一直在500到700亿。军事网站 OXRY 曾统计过，去年2月底到11月，俄罗斯直接军事损耗成本，结论是在9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付出了890亿美元的成本。当然了，各路媒体关于俄罗斯每天付出200亿战争成本的报道，也并非完全胡编乱造，因为爆发战争会有一个巨大的隐性成本。毕竟从广义上来说，战争的成本并不是战场上武器装备的损耗以及士兵的薪水，还包括战争中间导致的一系列经济损失、人力损失以及后续成本。这些隐性成本比起武器装备等直接成本，更像是永远填不满的黑洞。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后，欧盟立马对其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苛的经济制裁，欧洲多国断绝了与俄罗斯的一系列能源贸易，导致俄罗斯唯一的经济支柱化石燃料行业遭受严重打击。根据芬兰经济智库评估，俄罗斯每天承受了1.6亿欧元的亏损，折合美元为1.73亿。但这只是各国对俄制裁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对俄经济制裁多达5000余项，这比俄罗斯当初吞并克里米亚还要多出了整整1倍。而大兵查阅俄罗斯2014年前后的 GDP 产值也发现，在2013年，他们还能保持2.29万亿美元的水平。吞并克里米亚后， GDP 产值在后续3年内接连大跌，一路下滑到2016年的1.28万亿美元。跌幅曲线高达 44%， 从曲线看呢，几乎是拦腰斩断。本次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各行各业面临的制裁压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间接性损失本质都是因为俄乌战争导致的。
去年年末，俄总统普京在采访中也承认，俄罗斯2022年全年 GDP 产值预计下跌 2.5%， 通胀率为 11.9%， 俄罗斯经济形势正面临着巨大困难。2月27号，乌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少将表示，实际上俄罗斯并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虽然目前他们表现出可以打几十年，但是俄罗斯可利用的资源很有限，俄军要再继续猛攻3个月，就要耗尽大部分的战备资源。或许乌军的估算并不准确，但大兵看到这个信息的第一反应是，乌军似乎正在利用大量空袭俄罗斯本土来消耗俄罗斯，迫使正面战场上的俄军调动更多的防空单位转移回国内，以及通过空袭煽动俄罗斯境内民众的反战情绪。另外，布达诺夫少将表示，乌军在沙赫塔尔斯克、马林卡、红利曼、库皮扬斯克、巴赫穆特、阿瓦迪夫卡等地区共击退了俄军60多次进攻。总之呢，俄军战争初期用力不猛，后续疲软的势头相当明显。或许是普京被下属的情报给忽悠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唯有箭折、箭落、箭中靶心3种结果。至于普京的结果嘛，我们回顾一下俄罗斯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国家政权发生变革的前夜，它总是深陷一场出师不利的对外战争中。例如一战时，沙皇俄国在欧洲战场处于被德奥联军强势压制的尴尬局面，西进作战不利，这让国内矛盾本就尖锐的沙皇俄国爆发了2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军力如日中天的苏联凭借着西方8·1军演展现了强大军力，但是这并没有让苏联民众感受自豪，反而是阿富汗战争带来了沉重的战争负担，压垮了不堪重负的国内经济。80年代中后期陷入停滞的经济发展，彻底让苏联运行到了崩溃边缘。为此，戈尔巴乔夫通过一系列激进刺激，试图挽回大局，但已无力回天。由此可见战争对一个国家都是灾难性的事情，即便是军事强国，面对这种情况，也只会被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压垮。现在的普京，现在的俄罗斯，已经走上了这条被蛀虫侵蚀的独木桥。好了，视频到此结束，以上内容均为大兵的个人观点，如果信息有错误，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指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